突如其来激动节拍，在放肆拉扯继续飘带，撕掉那糟糕的场均摆，总会有最好的安排，别刻意胡来。谁总在微笑的热带，再造乌云的作怪，好在站稳脚踝不算太坏。谁总在悲伤的寒带，撞见阳光的青睐，难怪冰山难掩嘴角盛开。最好的安排 ，Why 拒绝丢开口中的 so sad？ 最好的安排 ，Bye good night sunset。最好的安排 ，Why 拒绝期待更好的未来 ？Baby tell me why 有我在。最好的安排 ，Why 拒绝期待更好的未来 ？Baby tell me why 有我在。We are the brave, we are the bold, we can be anything, anything, anything. Dark, we can do everything. Hold on, don't stop. 凤姐，你听话。凤姐，凤姐，你没事吧？护士，护士！你怎么不和我消息啊？我现在要去开股权会了啊！看到消息赶紧回我啊！干嘛去了？护士，周峰那边怎么情况啊？病人现在肺部感染出现了低氧血症，引起了昏迷。他不就一普通感冒吗？怎么就昏迷了？医生正在抢救，你们先别着急。为什么要抢救啊？都说了是抢救了，在旁边等等消息吧。青姐，你怎么办呀？我去看看。青姐，万丰前几年的发展和崛起，的确是行业里面的一个奇迹。哎呀，我也是误打误撞做出一点小成绩。宋凛作为万丰的创始人，他很希望看到万丰在未来发展壮大，所以他想找一个实力雄厚、值得信任的买家。对，虽然这次是出售股份啊，但是我也希望股份售出之后，万丰之后的路能越走越好。万丰刚刚成立的时候，我就关注过你，有魄力啊，签了很多的独立设计师，坚持原创，了不起。谢谢。那宋总就趁此机会向我们徐总好好说说你的想法吧。哎，好，徐总，我这儿有份资料，您先简单看一下。为什么我们公司啊一直坚持做原创设计师，做独立设计？是因为其实我们国内有非常多优秀的设计师和原创设计，但是呢，他们没有一个好的平台去做推广。现在我已经跟日方、韩方做了联系，我已经在做海外仓的项目，很不错。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以来一直坚持做这个独立设计师的原因。我接个电话啊，不好意思。乐乐，哥，你赶紧回来吧。什么情况啊？周芳住院了，医生说还挺严重的。行，我马上回来啊。徐总，我有点急事儿，家里的事儿，我这次得先走了。哎，宋林，徐总今天是推掉很多事才安排这次会议的。我知道，但是这次确实是不得不回去，来不及了时间。抱歉，对不起，咱们下回再约个时间。抱歉啊。我去追他一下。宋林，不管你
有什么这样的厮杀，但是在生意场上，你应该保持理性跟冷静。今天的婚宴对你的事业多重要，你不清楚吗？是我女朋友住院了，我得回去啊。一个专业的经理人绝对不会在任何严重的时刻出现这样的问题。严重怀疑你对这次交易根本无诚信可言。这次实在是抱歉，你们说的都对，我们再约时间，好吧？不好意思啊。喂，收购万丰股权的事情到此为止。陈老师，那个不好意思啊，我女朋友病了，我得回去一趟。都这么晚了，你能买到票吗？买不到票，最后一班赶不上。我租了台车，没事，我开车回去。你这样让我太不放心了。没事，我要实在困了，我就休息区睡一会儿。那你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慢慢开啊。好，好，不好意思啊，陈老师。这孩子。你醒了，叫什么名字啊？周凤，好，好好休息，别乱动啊。这是哪儿？这是重症监护室，你的病情加重导致昏迷，医生已经给你做了紧急治疗了，不过你还需要留夜观察一晚上。别担心，好好休息啊。是你啊？我猜你还没走，就偷偷跑出来看的。落路人呢？送回去了。那你怎么不直接回家，还来医院干嘛？你以为我想来啊？谁让你们俩都在这儿呢？你别误会啊，我担心的是周芳。凤姐刚才的情况确实挺吓人的，好在已经缓过来了。你放心，白医生他们都特别专业。还好你发现的早，要不然我真的没办法想象。凤姐现在在加护病房，可以得到实时的监护和治疗。要不你先回去休息，等到明天能够探视的时候再过来。你要实在不放心的话，我去帮你盯着。你就算了吧，你自己的情况也没好到哪儿去，你快回去吧。我身体没事，我自己不舒服的话，我要照顾好自己的。谢谢你愿意当我临时的家属，帮我办理手续。哎，你的衣服。这个，你披着吧。
况现在怎么样？你放心，情况还算平稳。你让他接下电话呗。医生说他现在需要休息，咱们就不打扰他。哦，也是。那好好休息吧，辛苦你了啊。你开车注意安全啊，别太着急了。好，放心。感觉好多了，没那么难受。哎，医生，我是周放家属，帮我开下门，我看一下。这是重症病房，家属不能探视的。家属不能探视啊？什么时候能看？不可以。什么叫不可以？家属不能看，谁能看？家属不能看。感觉好点了吧？哎，好多了，好多了。病人现在情况特别严重，需要紧急抢救。但是谁抢救？医生，医生，谁抢救啊？心肺受伤，并没有疾病了，准备数菜机。准备抢先针。星星，周放是哪个病房的店？我早就到了，这也不让进，重症监护室什么也不让看，刚才抢救什么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啊这是？医生，那个周放他怎么样？你是周放的家属？是。周放的情况现在基本稳定，再观察半天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宋濂，
什么情况啊？周放怎么样？没事，刚才是我误会了。医生说周放现在情况还算稳定，再观察一段时间就能转普通病房了。哎呦，你那个电话把我可吓死了，还好是误会。你连夜开车回来应该很累吧？要不然你回去休息一下，这里我盯着。没事没事，我在这陪着他。小心啊！我都没事了，叔叔还没出院呢，你回去陪叔叔吧。你就放心吧，我能安排得过来。小心啊！倒是你，都病成这样了还逞强呢。刚才是你妈打电话。我说出差了，已经给他回过了。我给小左买的。这么着急又赶我走啊？你好好养病，别胡思乱想啊！我先走了，好好睡。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是你什么人？生病为什么不跟我说？我还以为等你还没回来，我病就好了，不想让你担心。结果呢？不担心吗？找不到你，联系不上你，我从别人嘴巴里知道你生病，我更担心，更着急，对吗？我告诉你啊，以后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我在哪儿，你有任何事第一时间告诉我，要不然你再也看不到我。对不起。看看，哭什么哭？对不起，我以后不生病了。难受吗？不难受了？不哭了，等一下，等一下。不哭了，不哭了。看你还不跟我说。医生说了，你这病情没稳定，到了晚上可能还会发烧的，还要再难受一下，知道吗？吃点东西吧。不吃啊？不吃身体怎么好？抱抱就好。要抱抱，不给你抱。看来味道不错啊。你送来的吗？是宋林准备的。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哎，你路上注意安全，慢点开车。如果有什么特殊情况，打电话。
怎么起得那么早？睡不着呗。想周放啊？想他你给他打电话呗。这会儿他可能睡觉呢，让他好好睡吧，不吵他了。没想到现在得个流感还得进 ICU 的，要是换成我，肯定得吓死。我都不知道得流感能进 ICU， 他自己也吓够呛。哎，你就别担心了，周放平时精神那么好，又那么坚强，他肯定会好起来的。我最希望他快点好起来了，好吧？你给周放熬的粥吧？啊。熬好了，给你盛出来。青姐，这么说，我去了医院也见不到放姐啊？对啊。别好了，让她安安静静的休养，等烧退了，我估计就能出院了。啊，对对对，放姐一看就是那种福大命大的人，这点小病难不倒她的。青姐，你别担心，53也不会有事儿的。我什么时候担心她了？可你刚才都提到她好几次了。有吗？有啊。嗯。我看你们俩现在一唱一和的，还挺默契啊。别瞎说。那什么，那我就先走了。你最近出去的时候也注意点，戴一点口罩。只有我注意啊。大家都注意注意吧。走了。行，微信联络啊。哎，你烦不烦啊？我烦啊！我爸身体还没好，周放又生病了，我能不烦？那你还有心情开玩笑？还同时把我们2个约过来，你还不乐意啊？要不是因为我，你能见到他吗？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们家53吧，别总是刀子嘴豆腐心。万一他要真有个什么事儿，你后悔都来不及。呸呸呸，敲木头！呸呸呸！看妈还说不在乎呢。不跟你说。哎妈，哈，你回来了吗？没呢，还得要个几天呢。哎，不是说好1个礼拜的吗？你放心吧，我只要一回到上海，我一定立马给你打电话。你以为我现在不想回家呀？哎，那个，你们要是出门的话，记得戴上口罩啊。最近传染病比较多，我担心你们会生病。说了多少遍了？你还真把我当老年痴呆症了。我记住了。行，那我挂了啊。周放好点了吗？哎呀，就别提了。那护士说他根本就睡不了觉，老做噩梦。我给他送饭，他也吃不了2口就饱了。生病了本来就容易胡思乱想，越想越睡不着。反正以前我是这样的。不是他现在这么不吃不睡，他正常人也受不了啊。你赶紧睡觉吧，一会儿去那医院看看他。他这病情一旦反复就麻烦了。不是你这点去你也见不到他呀。我离他近点也行啊。那你见到他，你打算说什么呀？就陪着他呗。哎，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生病的时候是怎么逗的我？啊？
会经历黑夜的深邃，也许会很长，也许只是一觉醒来，但是你都不用怕，有我在。这里是专属周放小朋友的晚安电台，欢迎收听。洛洛离开家的时候也很小，晚上经常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每天晚上给他讲故事，每天9点半，日日如此。洛洛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有时候还会做个美梦。所以从现在开始，就让我的声音一直守护你吧。不管未来变成什么样子，不管未来有多远，你都不用担心，不用怕，因为一直有我在，我会一直陪在你的身边。怎么样？昨晚睡得好吗？挺好的，现在有点饿。饿呀？那给你男朋友打电话，让他来给你送吃的吧。好。一会儿把体温量一下。好。我跟你说啊，只要是能吃下东西，这病就已经好了一半了。你应该没睡多久吧？昨天。你要不要约我去休息一下？你就别管我了。哎，昨天的节目怎么样？满意吗？没想到你声音还可以这么好听啊！哎，你要不要去做声优？那今天有什么想法？想听点什么？我想想，我觉得不能只满足于听觉上。视觉上，你要不要来一下？视觉上你想看点什么？行了，知道你没什么好事，说吧。猛男跳脱衣舞。不可能，疯了吧？这可是医院。你想让我被抓走啊？行了，你吃完再睡一会儿啊。慢拍。哎，你怎么来了？看来是照顾病人，确实挺辛苦啊。哎，上次那个事儿，对不起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当时情况也紧急，我也没办法。打住啊！别跟我客气了。周芳怎么样？好多了，但是还在医院呢。哎，对了，你上次跟我嘱咐说让我见着晴晴，别跟她说谈判终止这事儿，我可没说啊。对，别跟他们说，跟晴晴说了，她再告诉周放，那周放听了之后又自责又难过，没那必要。说正事儿。上次这个谈判失败呢，确实让你们比较被动。令熙他们不再跟进投资，其他那些观望的买家也都开始揣测，态度都比较模糊，意想不明。我知道，这能理解。上次走的时候我想到这些了，但是也感谢你啊，这次你确实帮我大忙了。后面的事后面再说吧。是啊，后面就只能靠你自己了。但是这个令熙呢，我了解，他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他既然愿意跟你谈，就说明他们觉得这桩买卖对他们是有利的。唉，我们现在就是要想想办法，
看怎么能让他们继续考虑。爱情的力量真伟大，看来再有1周，你就能出院了。但愿如此吧。哎，你这2天没来看武三儿，不知道他有多难熬。你就管好你自己吧，别操心别人了啊。什么叫别人呀？武三儿又不是别人。那我抽空就帮你去看看他，可以了吧？明明是你自己想来看他，你还口是心非。挂了，睡觉去吧。宋总，这是项目的进展方案，你看一下。行，这个我回去再看。关于后续投资的事，我跟你说一下啊，你们不用担心，我已经在落实了。谢谢宋总，有您在，我们就放心了。最近大家确实是挺辛苦的，忙完手头这一段，我给你们带薪休假。谢谢宋总。去忙吧。好。怎么样啊？凤姐，哎，你怎么来了？作为病友来看看你。你还是回去吧，等下林哥知道了，也会担心你的。他刚来过。我听护士说你的指标一直下不去。跟喝酒一样，怎么还呼劲儿呢？真的是。没事啊，放轻松点，别跟我前2天一样。窗外的风也渐渐地散了，你留下的香气不曾停格，相册里的模样是红着脸，堆叠了多少回味温柔的环节。如果说相爱的情节不书写错过，恍惚了年轻的我们该拥有的炽热。如果说学会不经意说不懂的，如果说还真后来呢？如果说你也还爱我，请记得我们的每个片刻，何必束缚别人的拥有多难得？如果说你也舍不得，不用和我一样寂寞，用心的经历过，记住爱曾经降临过。如果说还记得深爱过。
怎么又哭了？见不到你想哭，见到你还想哭。哎呦，好了，如果有一天我能轻易让你哭了，那我一定是那个最不想让你哭的人。不哭了，我们走吧。走。你都出院了，他怎么一直都没有动静啊？不知道啊，医生说他指标一直不下来。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你呢。可能是因为他没人照顾呗。要是想他，就给他打个电话。要不你打？关机。关机？怎么会关机呢？不会出什么事儿吧？不会吧？会不会是电话没电了？不行，我得过去看看。你好，请问一下，那个床上的病人去哪了？我也不太清楚，我刚搬过来。不过刚好像听护士说有个患者被送去抢救了。抢救？哎，这里是抢救室，你干嘛呀？我是病人家属。病人家属也不行，大夫在里面抢救呢。他不是好好的吗？怎么就突然抢救了？你先冷静一下，病人现在激发了病毒性心肌炎，有生命危险，你就别在这添乱了，等消息吧。琪琪，当夜的黑被寂寞不经意包围，是什么让我们若即若离，纠缠交汇，口是心非，像一场温柔的误会，感情要多迂回才能风干眼泪。你来的让我没预备，特别的让人想奉陪，才发现孤单已趁虚而入，变成彼此软肋。你为什么要关机啊？我手机没电了，我又着急办出院手续，所以。姐姐，当初同意和你分手，是因为我不想逼你，但是现在我想逼自己一把。你说的没错，
恋人和另一半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但谁不是从恋人一步步走过来的呢？你能不能不要把别人口中所谓的标准制定成一个框架，把自己框里边？那不是我认识的晴晴。有时候，标准是最靠不住的东西。只要我给你的感情是真实的，是温暖的，我就可以成为你的第一选择。你能不能不要老让我轻易出局？我喜欢你就是标准，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我爱你。让你的梦迎接我的明天，幸福的柔软，就像天上我也爱你。别再吓我了，好不好？你吓死我了！窗外的风也渐渐地散落，你留下的香气不曾停格，相册里的模样是红着脸，对叠了多少回味温柔的环节。如果说相爱的情节不书写错过，恍惚了年轻的我们该拥有的炽热。如果说学会不经意说不懂的，如果说还真后来呢？雨点掩盖了树梢的季节，安静地更迭了冷清的街。暖风的夜该和过去告别，感伤晕染在心中，还是不太坚决。还记得描绘的完美，有你也有我，荒废了对白承诺，出了遗憾的结果。还记得我们都像花结的困惑，还记得还真后来呢？如果说你也爱我，请记得我们的每个片刻，何必束缚别人的拥有多难得？如果说你也舍不得，不用和我一样寂寞，用心的轻蔑过，记住爱曾经降临过。如果说还记得深爱过。